现在他俩多半是分不开的。魏长则宽慰道：“随他们去吧。你知道魏婴去的哪个国家？”蓝启仁看向蓝曦臣，蓝曦臣心头一紧，忍不住往后撤一步：“不是要让我去抓弟弟弟媳回来吧？”哈哈，这还真的不知道。魏长则笑了，因为他老是几个国家都在跑，所以我也不确定他这次到底去哪里了。其实也是最近把儿子晾着的原因，魏无羡这次只说要出国，并没有说明要去哪里。那算了。蓝启仁无奈挂断电话。蓝曦臣心里一块石头落地，他可不想淌浑水，还是待在家里舒坦点。另一边，蓝忘机陪着魏无羡接连跑了好几个国家，两人不赶时间，就边处理购画事，一边游玩，顺便还拜访之前给他计划的朋友。最近还有新作品的画，我都可以收的。魏无羡在朋友画室转来转去，看他最近在画些什么。你的画还挺畅销，刚拿回来就被抢光，就是画得太慢。你要是嫌我慢，可以自己画。朋友吐槽道。我哪能画呀？魏无羡轻笑一声，看向在另一边阳台喝咖啡的蓝忘机。你会画他的吧？朋友也看了过去。是啊，魏无羡撇撇嘴，就只会画他。也能理解，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也很震惊。朋友说道，现在应该不叫前夫了吧？还没复婚，顶多算男朋友。魏无羡思考着，对了，什么叫第一眼？你今天不是第一次看到他吗？哦，朋友忽然露出别有意味的笑容，他没有跟你讲过？魏无羡不明所以，讲过什么？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。魏无羡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愣了一会儿。好你个蓝忘机！因为还有几个画家朋友和画廊老板要拜访，魏无羡和蓝忘机在本地小住了下来。回到住处，两人刚进房间，魏无羡就砰的一声关上门，气势十足把人抵在门后，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。说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蓝忘机这边依旧淡定，你闭关画画的时候。啊，你没问我老爸吗？怎么直接就出国去了？魏无羡记得自己是给魏长则说过，不许让人来打搅他，但没想到老爸贯彻的这么彻底。有很多传言。蓝忘机说你出国。魏无羡不知道，当时外面都在传言他又出国跑路，但仔细一想，蓝忘机这么谨慎的人，怎么会为传言所动？可是那些人只是猜测吧。魏无羡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我不在就说我出国，而且你就这么信了？还真跑出去？只要有这个可能性，蓝忘机坦言，我就会去。这也是蓝忘机最担忧的可能性，好不容易盼回来的，害怕这人跑出去躲一辈子。可是那时候更别说你，我都不知道我喜欢你。魏无羡惊叹于蓝忘机的执行力，以及蓝忘机对待感情无比认真的态度，什么都不确定，你就这样直接去了。蓝忘机想起那段心情忐忑的时光，那趟收获很多，后来看到画展，才确定你的心意。啊，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魏无羡感觉自己老底都被揭穿。说了你画画的事情。蓝忘机没好意思讲，朋友夸自己颜值，以及魏无羡一定会看上自己的那些画。原来如此。魏无羡恍然大悟，所以我一办画展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呵，我喜欢别人，别人竟然还比我先知道。知道自己迟钝了。蓝忘机简直服了这人的脑回路，总是要兜兜转转一大圈才明白过来。所以是你一直在配合我偷情，对不对？魏无羡笑了起来，抵住门板的手转而勾住蓝忘机的脖子。虽然我反应慢了半拍，但其实一开始就是两情相悦才是。是吗？蓝忘机不敢苟同，木头就是木头。不过蓝湛，你明明知道还不挑明说，就故意逗我玩是不是？魏无羡撅着嘴抱怨，看我纠结偷情的事情很好玩吗？非得要我当众表白一场才罢休，哼，也挺好。蓝忘机回想那段日子，心中只剩下甜蜜，偷情也挺好。现在如你所愿了，继续偷。魏无羡啄了下蓝忘机的唇瓣，我也应该跟你表白的，是我的原因，才让你对着一张照片暗恋那么久，是我欠你的。蓝忘机双手环住魏无羡的腰，把人温柔揽进怀里，我们之间不存在亏欠。魏无羡心里一软，他的蓝湛总是处处为他考虑，从不在意自己如何。魏无羡微微踮起脚，把心头的暖意化作行动，
用力去吻蓝忘机。今天先休息。蓝忘机捏捏魏无羡的后腰，两人最近舟车劳顿，该多休息一下。天天就是天天，都被我拐出国了，可不许这么古板。魏无羡直接甩掉鞋子，踩上蓝忘机的脚背，把蓝忘机紧紧挤在门板和自己身体之间。你对我的喜欢可多了2年多呀，真是追不回来，那我只好加倍爱你了。这几天，魏无羡生意没怎么谈，几乎足不出户就跟蓝忘机在房间里腻歪。期间，朋友联系不上，等得不耐烦，直接找其他画家朋友登门拜访魏无羡。魏无羡也不遮掩，裹着一条毯子就坐在阳台椅子上跟人谈生意。大家都见怪不怪，但每次蓝忘机都忍不住上前帮他把毯子拉起来，除了露出个脑袋和脖子，其他部位都遮得严严实实，恨不得把人直接裹成木乃伊。你打个电话，我们楼下咖啡厅谈吗？魏无羡埋怨朋友，你来房间拦站老是羞。你接电话吗？朋友吐槽，我电话一直放在房间里啊。魏无羡拿起手机，才发现早就没电。和蓝忘机在一起，他根本没时间，也没兴趣去看手机，每天就是吃饭睡觉，天天手机电池耗尽都不知道。哦，抱歉。魏无羡噗呲笑了，你再来晚一些，怕是我自己的电量都会耗尽。你就不怕漏掉重要电话？朋友提醒道。能有谁找我？魏无羡把手机递给蓝忘机帮忙充电。现在我爸和他叔父都不待见我们，不然我俩赖在这里好玩吗？哦，怎么回事？朋友来了兴趣。魏无羡把想要复婚又被家长拒绝的事情讲了一遍。我不理解你们2个的想法。朋友观念完全不同，我们都是不婚主义者，不希望被婚约束缚。因为你的缪斯太多，经常换。魏无羡毒舌道，我和蓝湛可都是彼此的唯一，复婚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既然你这么在意形式，不如在这边结婚。朋友提议中式行不通，不如来西式，这里有个教堂，我们本地人都在这里举行婚礼。哦，那个教堂魏无羡知道，确实是个浪漫的地方。他转过头看向蓝忘机，蓝湛，你觉得如何？蓝忘机明显愣了一下，虽然不具备什么法律效力，但好歹能弥补没有举办过婚礼的遗憾，反正就当闹着玩嘛。魏无羡补充道，仪式感还是要有的，对不对？蓝忘机点点头，打开自己手机继续查看未读信息。之前结婚没办过仪式，反而像是头婚。魏无羡目光一直在蓝忘机身上，笑得黏黏腻腻的，哈哈。忽然好期待哦，想什么时候办？我跟那边神父熟。朋友自告奋勇，最近闲着，大小事宜都可以交给我。马上5月20号了，不如就520那天。魏无羡征求蓝忘机意见。好，都依你。蓝忘机没有抬头。那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。谈好生意，朋友带着人离开，魏无羡终于可以把毯子丢到一边。